结婚第5年，我的丈夫花费20万雇人追求我，只为拿到我出轨证据，保全他完美人设和小三双宿双飞。他在新书发布会准备了我的出轨视频，我看着他，暗想播放器。他要毁灭，那我就先让他身败名裂。顾小姐，这是我第3次约你了，给个机会吧。我结婚了。你每周3都会去街角的书店，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喝的美式从来不加糖，这些细节我都知道。顾小姐，我是认真的。我答应你，给家里打个电话。啊，阿森，小姐，小区门口有只苍蝇，处理。是。小姐，要么滚，要么……顾小姐，我是真的爱你。这是他第4次骚扰我，事不过3，给他点教训。是小姐。动手！别打我！顾小姐！别打！别打脸！别打！别打！哎，别打！是你丈夫过来追求你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是许子，他花了20万雇我，让我来追，拍下亲密的照片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收钱办事，别的我一概不知。顾小姐，这样，我把钱全都给你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我的丈夫许泽安是名爱情小说家，他把我们的爱情写成书，是外人眼里的完美丈夫。老婆，吃早饭了。早起为我做早餐，在任何场合护着我。3周年快乐！每一个纪念日都充满惊喜。哇，谢谢老公。却花了20万雇人来追求我。阿森，小姐，去给我查清楚许泽安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是，小姐。喂，小姐，查到了。什么？许泽安出轨了。所以，他雇人追求我，是为了拿到我出轨的证据。是。追求您的那人说，许泽安打算在新书发布会上公开视频，以受害者的身份，体面的结束婚姻，保全所谓完美丈夫的人设，然后和真爱在一起。是。新书发布会那天，还是我们结婚5周年的纪念日呢。他出轨的对象是谁？他出轨的对象是谁？还没确认，过会儿给您消息。好。5年前，我在咖啡馆遇到许泽安，一见钟情的是我，但提出结婚的是他。瑶瑶，嫁给我，我会用一生来爱你。他结了3次婚，我答应了。
我可以让你嫁，但有个条件，时间才是感情的试金石。我要你隐瞒东信集团继承人身份5年，5年后，如果你们还恩爱有加，你回来继承集团，爸也认他这个女婿。婚后，我收起所有锋芒，暗中为他铺路。他的第1本书是我为他润色，第2本书是我找人帮忙出版。签售会的场地、赞助商、媒体资源，是我在背后操办。他很快声名鹊起，成了著名的爱情小说家。书里的他是最懂女人心意、完美丈夫。他靠着这个人设名利双收。他说：“瑶瑶，我一定对你不离不弃。”从现在开始，许泽安新书 IP 开发、签约出版所有项目全部停止。明白。另外，帮我约王律师，我要你一份离婚协议。是。我可以让你从一无所有变得万众瞩目，但是我也可以让你从神坛跌回烂泥。老婆，我回来了。那给你买了粥。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新书发布会改了流程，就在工作室忙了一晚上。是忙了一晚上，还是睡了一晚上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想吃你做的早饭。这不是给你买了早饭吗？何必？你可是完美丈夫，怎么能让妻子吃外卖呢？还是说，你现在成名了，不愿意给我做了？怎么会呢？男人的卑鄙之处就在于，他的衣领沾着别人的口红，却说我最爱的人是你。我饿了。好，那我去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清汤面。喂，小姐，查到了，许泽安的出轨对象是温情。果然是他。温情是许泽安的叔父。3年前，他给许泽安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信里说他被渣男骗了感情，一度想要自杀，是许泽安的书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。他说他无比羡慕我和许泽安的爱情，那时我还同情他，照顾他。我还查到了，许泽安昨晚就在他那儿过的夜。找到那个追求我的人，我要见他。哎，老婆，面做好了，快吃快吃。我有事出去一趟，不吃了。顾小姐，恕我有眼无珠，我要是早知道您是顾家的大小姐，您就算借我1万个胆子，我也不敢去骚扰您啊！顾小姐，我错了，求您饶了我吧。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我是来跟你谈合作的。合作？许泽安不是给了你20万吗？我给你40万。顾小姐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要在新书发布会上放我出轨的视频，那么我就放他出轨的视频。您要替换视频？没错，阿森会给你素材，你在发布会开始之前给他就行，他没有时间查验。
顾小姐，您这招厉害呀！许泽安身上最值钱的，就是她完美丈夫的人设。她最在乎的，也是她的人设。我要在全网见证之下，毁掉她的人生。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能为顾大小姐效劳，是我的荣幸。起来吧。我这辈子最看不上这种道貌岸然的人渣。顾小姐，许德安，许德安，接。办得怎么样了？你老婆对你情谊深厚，这事儿不太容易啊。他不上钩，你就不用点手段，灌醉迷晕，这不用我来教你吗？我只是收了我的钱，我只看结果。放心，你新书发布会之前，我肯定把东西交给你。幸好啊！哎，你看看，你看，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不要脸的男人啊？这简直就是男人之耻！还完美丈夫，我呸！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都调查清楚了，温情是温氏集团独女，许泽安看中温情的家世才跟她在一起，或者说，许泽安更看重的是温氏关联的东信集团的背景。对什么对？昨天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他从一穷二白到现在，是您在背后大力扶持他。他的新书天价签约费，也是您出的钱。等到他知道您的真实身份，一定会追悔莫及。这不是我现在该考虑的。许太太已经成为过去，现在我是顾家继承人，生意是合作，坏了就终止。婚姻是契约，脏了就毁约，但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。3天之后，我会让他人设崩塌。没问题吧？他说，发布会前肯定给你拍好视频。等了3年，终于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。对不起啊，宝贝儿，该早点给你名分的。都怪那个顾南瑶，是他抢走原本属于你的爱。只要是你，等多久都可以。静静，你知道，读者爱看的不是什么婚姻，是人设。只要3天后的发布会上，他出轨的证据一出，那我就是全网最可怜的男人，读者都会心疼我的。到时候你新书大卖，签约东信集团，拿到天价签约费，我就以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粉丝出现，弥补你受伤的小心灵。那时候咱们就能名正言顺的在一起了。至于什么顾南瑶，他是死是活都有我管。是东信集团的人。快接。喂，是。是。没问题。说什么了？新书签约推迟了。推迟了也没事儿，等你和顾南瑶离了婚再签，还能省些麻烦。就那个出轨的女人，也配占用我的天价签约费？做梦呢！我的钱都是你的。爱你。我该走了，3天后的发布会，我来接你。嗯。青青啊，咱们温氏集团最近几年效益都不好，濒临破产，
现在急需东信集团的扶持。许泽安有名气，又受东信集团的器重，你一定要把握好机会啊！顾南阳，没想到吧？3年前，我是有目的性的接触许泽安，那时候你还同情我，现在我就要取代你，成为许太太了。老婆，明天就是咱们结婚5周年纪念日，同时也是我的新书《许你一生》发布会了。许你一生。老婆，我的新书名叫《许你一生》，同样是因为我们的爱情为蓝本写的。加强深情受害者人设，让新书大卖。男人的无耻就在于，不管做什么事，都在算计。老婆，明天发布会上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大惊喜。巧了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。是吗？那我可太期待了。我也很期待。早啊，顾姐姐。温情作为书粉也要去发布会，我顺路捎了一个。顺路？对啊，咱哥还跟我说，知道这辆车的副驾是谁的位置吗？你知道这辆车的副驾是谁的位置吗？就是顺路带个人，你先上车。我在问他，一个副驾而已，至于吗？你知道我的老公在外面的人设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完美丈夫，对吧，老公？对。完美丈夫的副驾永远都只留给他的妻子，这是他每一本书里都写过的情节。他的读者都知道，你作为他的忠实书粉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觉得那只是书里的话嘛，怎么能当真呢？所以你是觉得我的老公是在骗读者？我没有这个意思。老公，你说呢？你的副驾是不是只给我坐？是。那现在该怎么办？文姐，不好意思，你去坐后边吧。好，我去后面坐。不行，后面也不能坐。我老公的车上不能出现别的女人，至少在我在的时候不能。顾南瑶，没必要这样的。是啊，泽安哥，没必要这样。老公，我是为了你的人设，发布会上会有不少媒体，如果他们看到的话。不好意思，你打车去了。泽安哥，发布会嫌你2个月，打个车10分钟就到了。走吧，别迟到了。你不坐前面？我有洁癖，不习惯坐别人坐过的地方。顾南瑶，你给我等着！
小姐，视频已经交给少昂。按计划进行。这只是开胃菜，正餐在发布会上公布。徐老师，我喜欢你。那我先去准备了。你怎么能听他的话，让我打车来？没必要生气嘛。沈阳已经把视频给我了，发布会过后他就毁了，到时候别说一个副驾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。视频没问题吧？放心。喂，小姐，沈昂已经把 U 盘交给了许泽安，确认就是他出轨的视频。现场媒体呢？我们安排了10家媒体，直播平台也已经对接好了。好戏就要开场了。各位来宾，各位读者朋友，欢迎来到许泽安老师新书《许你一生》发布会。许泽安老师被誉为最懂爱情的作家，他的每一部作品都让无数读者为之动容。今天他将带着他的新作来与各位读者见面，让我们掌声有请许泽安老师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每一位到达现场的朋友，特别要感谢我的妻子顾南瑶。今天是我的新书发布会，同样也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《许你一生》这本书就是为她而写。天哪，徐老师也太浪漫了！就叫徐老师这样的，是为了算计我而写的吧？我曾经说过，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遇见她，我一定对她不离不弃。但是，我从未想到，没想到，她竟然会欺骗我的感情，会背叛我。啊？怎么回事？许太太竟然会背叛许老师？我早就看出顾南瑶不是个好东西。我不想多说什么了，大家请看大屏幕吧。顾南瑶，你完了！哼，我放。放吧。等了3年，明天过后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。这是什么呀？谁呀？这是什么？等了3年，明天过后，我们就能光明正大在一起。是呀，读者爱看的不是什么婚姻，是人设。只要明天发布会上顾南瑶的出轨视频一出，那我就是全网最可怜的男人，所有读者都会来同情我，到时候新书一定会大卖的。那顾南瑶呢？他是死是活，跟我没关系。这不是在做什么？滚掉！滚掉！是她，她就是视频里的那个女的。她叫温情，是我们书粉群群主，她还是徐老师的助理。不是我，那不是我！滚掉！快给我滚掉！遥控器呢？是想要暂停吗？可是遥控器在我这儿呢。遥控器给我！可以呀，那你先解释一下大屏幕上的视频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徐老师，刚才播放的视频是真的吗？徐老师，
你不会是真出轨了吧？徐老师，您说您妻子背叛您了，可这视频上显示出轨的是您啊，请您解释下吧。对啊，请您解释一下吧。解释一下，徐老师，解释一下。没错，就是因为他背叛了我，所以才做出这种恶意剪辑的视频污蔑我。恶意剪辑？对，不止恶意剪辑，还有 AI 合成。我从未说过那些话。我承认，我们之间的感情确实出了问题。可是我没想到，女主播她竟然这么恶毒，为了离婚能多分到财产，竟不惜毁了我。我只是徐老师的书粉，我只是帮他整理了几次稿件而已。顾姐姐，你要对付徐老师，你为什么连我一起毁了呀？顾姐姐，我就说徐老师不是那种人 ，AI 坏的也太可怕了，支持徐老师维权，支持徐老师维权，支持徐老师维权。安静！你们说，你们是无辜的，是我构陷你们。没错。徐老师他那么爱你，他写的每本书都是你，他怎么会出轨？好，那我们就继续看。那这些呢？这些也全部都是污蔑吗？你伪造的，都是你伪造的！开房记录可以造假，街头热舞可以 AI 换脸，就连酒店监控也可以剪辑，是吗？当然，技术这么发达，什么做不到？你还真是不见棺材就不落泪。我就是人证，我就是人证。你怎么？没想到，就是我这沈昂，就是许泽安雇来追求他老婆的那个人。什么？雇人追妻？还有这种事？真的假的？怎么回事？不是说没有问题吗？就是他，他花了20万雇我追求顾小姐，拿到顾小姐的出轨证据，然后在新书发布会上当众放出来，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离婚，保全他那狗屁完美丈夫的人设，跟这个小三在一块儿。胡说八道！我根本不认识你。行，我呀可是有你的转账记录。我说那记录是假的，都是你 P 的。行，转账记录是假的，那你的声音总该是真的。他不上钩，你就不会用点手段？换罪迷晕，别忘了，你可是收了我的钱，我只看结果。你在胡说，这是诬陷！我沈昂混迹社会这么多年，遇到过无数的事情，可是花钱构陷自己老婆出轨，还要在结婚纪念日上当众毁她的，我还是头一回见呢。我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我懂得最基本的廉耻，让这种人继续写爱情故事骗人，我良心过不去呀。徐老师，沈先生的说法您如何回应？好，我承认，我们的婚姻确实出了问题，但是都是因为他先背叛了我，所以我才会一时失去理智，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。许泽安，
你是说，是因为我先背叛了你，才导致你失去理智的？对。那么，请问许泽安是什么时候雇你追求我的？在7天前。根据开房记录，你和温庆最近的一次在昨晚，最早的一次在3年前。请问你们2个人在一起3年，是因为我7天前背叛了你，还是说你雇人追求我，是为了给你们3年的感情找一个体面的出口？骗子，恶心！你们真是瞎了眼！瑶瑶，你弄错了，我们之间不是你想的。我是错了，我错就错在我5年前根本就不应该答应你的求婚，我更不应该在婚后替你润色书稿，帮你签约出版，帮你运营。什么？顾小姐竟然做了这么多，标榜自己是个完美丈夫，背地里却是个大渣男。我帮了你5年，真心待你5年，换来的是你出轨3年，换来的是你要在结婚纪念日上回我，跟小三在一起。骗子，退钱！他是温情，就是我们的群主，他塞了你在群里带我们磕许先生和许太太，结果他自己是个小三。不是你们想的这样。还有你，还有你。3年前，你给许泽安写信，说他的书救了你的命。他把信给我看，我觉得你可怜，把你叫到家里吃饭，你喊我顾姐姐，说你羡慕我们的爱情，你羡慕我的方式就是睡我的丈夫。既然你这么喜欢捡垃圾，那我就成全你，人和副驾都是你的了。你够了，顾南瑶，我们结婚5年，你就不念一点夫妻情分？今天可是我的新书发布会。我们结婚5年，你出轨3年，还说我不顾夫妻情分。跟你这么一闹，我的新书也废了，毁了我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不是你，先要毁了你自己吗？自作自受。我不想再听你说一句话。我已经委托律师开始了离婚程序，听好了，是我要跟你离婚。顾南瑶，给我等着！我是温家大小姐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今天我得到的屈辱，我要1000倍、100倍的还给你。你最好说话算话。3年前装像个白莲花一样，小三不要你，这对狗男女一起骂，退钱！这个社狗，去死吧！小姐，现在我们去哪？回家。爸，你说的对，时间才是感情的试金石。爸当年提出那个条件，不是不信任你，是不信任他。感情这东西啊，经得起贫穷，经得起平淡，唯独经不起名利。他在聚光灯下待久了，就忘了自己是谁。这种人配不上我女儿。你在发布会上做的事情，我也看了，做得不错。才刚刚开始，许泽安这5年内所有作品全都是由东信集团签约出版。现在他因个人丑闻导致品牌形象受损，按照合同条例，违约赔偿金、下架损失、公关费用，我将全部追偿。这才是我女儿。你回来正好，爸要享清福，东信集团就交给你了。走，进去。
完了，全完了，我要是疯了呀！都怪你！你不说万无一失吗？怎么弄成现在这样？这我也不知道啊。还说你找的人靠谱，能够勾引顾南瑶，拿到他的出轨证据。证据呢？现在公布的是你的出轨证据。我怎么知道那个沈阳会反水啊？不知道的是顾南瑶，她可不是个软柿子。她就一个家庭主妇，哪来那么大本事查这么多东西？现在怎么办？你的签书费、签约费也没了。晴佳，温家跟东西有关系，你帮我想想办法。只要东西愿意保我，那我还有机会翻身啊！我爸，现在立刻回家，把许德安也带上。爸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温家都被你们害惨了。走，跟我回温家，我爸一定有办法。那顾南瑶那边怎么办？顾南瑶不过是一个被你抛弃的家庭妇女，也配跟我这个温家大小姐？顾小姐，这是离婚协议，这是针对许泽安的损失赔偿起诉书。我们还发现许泽安有转移资产的行为，他把之前版权收益和多数存款都转给了温情。转移的资产有多少？大约占总资产的80%。好，我帮他赚钱，全部都让他转给了小三。您放心，转移的资产都会追偿回来。起诉赔偿怎么算？我不仅要让他身败名裂，还要让他追悔莫及。东信与许泽安有多项合作合同，他个人丑闻导致项目停摆、品牌受损、平台下架，初步估算5000万到8000万。起诉赔偿全部都按照底额进行。好，如果您没有别的要求，我就开始走流程了。你先去忙吧。爸，坐。适应的怎么样？这5年，我虽然结婚，但是东信的财报、项目、战略，我一直都有在看，目前没有问题。周五办晚宴，我会在晚宴上宣布你继承东信集团。这些年你隐藏身份，大家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，该亮个相了。听你安排。那个许泽安的出轨对象姓温，温情，他的父亲是温氏商贸温国栋。温氏是我们下游供货商，这几年质量下滑，交付延迟，集团本来就准备砍掉他们的订单。我这2天听说，温氏还想拿到我们集团全年的订单，还想让我们注资。做梦！发布会那天，温情还放话说要收拾我，我倒是很期待，他想怎么收拾我？看看你们干的好事儿，现在被全网人唾骂。爸，是顾南瑶害我们，还是你们自己没用？伯父，现在最重要的是东信，只要东信愿意签我，就还有机会翻身啊！我早就听说，东信集团内有个大人物看中你，所以你才能受到青睐。大人物？什么大人物？据传是东信集团大小姐。大小姐？没错，这位大小姐颇为神秘，至今连名字都未传出。这周五，东信集团举办晚宴，董事长会宣布她为继承人。东信集团的继承人？他喜欢我的书？传言是这样，
只要能攀上这位继承人，你的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，温氏也会飞黄腾达。那这晚宴我们能去吗？我托人要来了3张晚宴的邀请函，你们2个跟我一起去。尤其是你，还要好好表现。只要攀上这位继承人，你的事儿啊根本不算什么，温氏也会飞黄腾达啊！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表现。顾南阳，你以为你毁了我？只要我攀上东信大小姐，我就能东山再起。到时候，我让你跪下来求我。见你王伯伯晚些到，你先入场。这才叫上流社会。顾南瑶这种女人，一辈子也见识不到。像这样规格的晚宴，可不是一般人能参加。也就是跟你在一起，才有这样的机会。那是，顾南瑶这种普通女人，也配和我比？晚上你机灵点，说话灵活些。见到大小姐就说是被新晋陷害，你是无辜的。您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说。记住，今天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，不惜一切代价攀上东信的继承人。只要他点头，温氏就能活，你也可以翻身。子安，等我们彻底站稳脚跟，第一件事情就把顾南瑶这个贱女人彻底踩死。一个被扫地出门的家庭妇女，我看她以后怎么活。她毁了我的发布会，我这辈子不会让她好过的。好了，抓紧进去。子安，不可能，这是私人性质的晚宴，门票千金难求，他怎么进来的？他凭什么？他姓什么来着？顾。东信集团，顾家。难道她就是那位神秘的顾家大小姐？不，这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对，我们就是被吓傻了，怎么可能？是啊，她要真是顾家大小姐，她怎么可能嫁给我5年，还给我改稿子，给我端茶递水？哪个千金大小姐会悄无声息的嫁人啊？还追去签售会，顶着大太阳给你做宣发？这天下同姓的人多了，估计是东信旁支的穷亲戚，或者是哪位高管带的女伴儿。差点就被他唬住了。走，去打个招呼，让他知道这种场合不是他这种家庭妇女该来的。还没来得及找他算账呢，自己来我们面前了。顾南阳，哟，顾南阳，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啊！你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是吧？我们温氏商贸是东信集团的重要供货商，马上东信集团就会给我们注资。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能来这种场合呢？租这身衣服花不少钱呢，为了来这儿钓金龟婿呢。离婚协议还没签，你就这么着急找下家？年轻人，务实一点好，这种圈子不是你能融进来的。听我一句劝，早点离开，免得丢人。你们说完了吗？顾南阳，你装什么？上次发布会的事情我还没跟你算账呢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天能来这儿，就是因为我马上要和东信集团的继承人合作。
你以为你能毁了我？东信集团的大小姐喜欢我的书，我马上就能拿到东信的天价合约。我的新书只会比之前卖的更好。东信继承人，怕了吧？这可是你一辈子都高攀不起的人物。你们还真是小丑。说什么？你敢说我是小丑？你……晴晴，你叫顾南瑶是吧？我奉劝你尽快发布一个澄清声明。那天你放的视频是对我女儿和许三的污蔑，否则将保留追究你的权利。污蔑？你的女儿是不是小三儿？你自己心里最清楚，何来污蔑一说？够了！顾南瑶，你去发表声明，承认你是在污蔑我。正式离婚后，我可以给你点钱，作为补偿，别让我对你彻底失望。你是有什么理说出这样的话来？顾南瑶，给你机会你就把握住，得罪我们的代价你可承受不起。应该是得罪我的代价，你们承担不起。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过是……董事长到，大家欢迎。好了，别说了，弄完结束后再收拾他。我让他上台了，走吧。快看，是顾董事长，一会儿好好表现。顾大小姐终于要出场了。各位朋友，感谢大家莅临这场晚宴。我们东信集团走过了30年风雨，承蒙诸位厚爱。今天举办这场晚宴，主要有2件事宣布。第一，我虽然还没到退休年纪，但也不想劳累，享享清福了，把未来交给年轻人。第二，我将宣布东信集团的下一任掌舵人，也是我顾某人最骄傲的作品，我的女儿。接下来有请我的女儿，也是东信集团唯一继承人上台。他这是信顾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！这位就是我的女儿顾南瑶，她也将在今晚正式成为东信集团的新任董事长。原来顾南瑶就是顾家大小姐，是东信集团的继承人。怎么了？瑶瑶，出版社说我的书剧情很薄弱，但你先去睡吧，我来改。啊，顾小姐，您上次给我的您先生的稿子我们已经看过了，很有潜力。这次我已经把合同给您带来了。谢谢了。搞定了。喂，许先生，我是东信集团版权中心工作人员，来电是想通知您，您的新书可以签约，后续还会有影视开发。好的。耶，老婆，老婆，老婆，东信集团来电话了，能签约了，还要进入影视化。恭喜！是你，一直是你。原来传言中喜欢武术的大人物就是你，难怪啊，难怪你能帮我润色书稿，难怪出版社突然就想签我，难怪我的签书会一场比一场做得到，
难怪东信集团一直是我的合作方，我一直以为是靠我自己的才能，是靠我自己的本事，没想到一直是你在我背后操办这一切的。顾南阳，你给我等着！我是温家大小姐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能来这种场合呢？这可是你一辈子都高攀不起的人物。我一直以来引以为傲的温家大小姐的身份，在她面前算个屁呀！我小丑，我一直以来就是个小丑。那不是许子安吗？前几天热搜上那个出轨还雇人陷害老婆的作家，那旁边那个就是小三儿吧？听说也是个富家，怎么这副模样？刚才我还看见他们在那边趾高气扬的说话，原来就是他们。等等，我看了那场直播，好像许子安的老婆就是大小姐。不可能吧？大小姐怎么回事？想必已经有人认出了我。没错，这位许泽安先生曾经是我的丈夫。5年前，我认识了还没有任何名气与作为的许泽安。我的父亲为了保护我，让我隐瞒身份，考验这段感情。这5年来，我用我的资源为他铺路，用我的时间为他改稿，用我的人脉帮他打通了所有关卡。我以为真心能换来真心，我错了。他出轨了3年，出轨对象就是台下的这位温情小姐。她花20万雇人追求我，为的就是能拍下所谓的出轨证据，在新书发布会上公开，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，体面的结束这场婚姻，好与他心中的真爱双宿双飞。今天借着各位的见证，我正式宣布，我已委托律师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当我知道许泽安出轨的那一刻，许太太就已经成为了过去。我是顾家大小姐，现在是东信集团董事长，我只为东信集团负责。与此同时，许泽安先生因个人丑闻造成东信集团品牌形象受损，项目停摆。依照合同条例，东信集团将对其个人进行全面追偿。不能让你不能这么做！他们是怎么进来的？谁给他们的邀请函？董事长是我。董事长，事情是这样的，之前有一次，我无意中听到您对助理说，小姐喜欢许泽安的书，我就想着吧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家，跟他结个善缘，对咱们集团有好处。我真不知道他是这种人的。小姐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自作主张，我真不知道他是个真渣呀，小姐。小姐，请你责罚。哼，擅自揣测上意，结交小巧，这就是你30年的职场学到的本事。顾董事长，这都是误会呀，是小女不懂事儿，我们真不知道这许泽安他已经结婚了呀。我们温氏这多年和东信合作一直很稳定。您看，你女儿当小三，不知道你带着他们来我东信晚宴，你不知道没有活动，你当我是傻子吗？作为东信集团的新任董事长，我宣布第1个决定：东信集团将全面终止与温氏商贸的一切合作。顾南阳，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？你今天在这里公报私仇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打压温氏，你算什么集团继承人？你根本就没有资格！你就是因为私人恩怨，你在报复我！温小姐说我在报复。好，那我们就摆事实，讲道理。小姐，这个是温氏商贸3年以来向供应链下游供货的质量检测报告，3年质量不合格率从 3.7% 飙升到了 19.5%。去年第4季度，因交付延迟，导致东信集团3个项目延期，总损失
超过2000万。这个是温氏商贸在原材料采购上动的手脚，1级原料的报价，2级原料的成本，这其中的差价去了哪里？温总应该比我清楚。这个是温氏近2年的财务流水，这几笔大额转账时间、金额、收款方都有问题，我已委托审计团队介入调查。温小姐说我公报私仇，可是我想问，中植与一家质量造假、财务混乱、诚信破产的公司合作，到底是公报私仇，还是合理的商业决策？温氏商贸与东信集团的全部合作，从今天起全部终止。完了，这都完了。另外，刚才说到温氏商贸的财务问题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吴副总，您主管供应链采购，与温氏对接多年，温氏这几笔有问题的流水，有3笔与您相关，审计团队会彻查。现在免去吴启明东信集团供应链副总的职务，配合调查，并将他带离晚宴。是小姐，带走。董事长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知道错了。董事长，再给一次机会呀！无父无权女，顾小姐颇有不懂风范啊。既立了威，就让别人无话可说，手段属实高明。我看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这个许泽安了。他要是真心的对待顾小姐，那就是顾家的女婿，那身份和地位，现在最可悲的就是跟小三在一起，以为傍上豪门，结果却因此丢了最大的豪门。瑶瑶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瑶瑶，我给你跪下了，瑶瑶，我求求你原谅我吧。瑶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瑶瑶，我只是犯了一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，我们还可以回到过去的，对吧？回到过去？对，回到过去。我们之间感情那么好，只要你愿意原谅我们还可以从一开始。瑶瑶，你还是许太太，我是许太太。许泽安，你没病吧？瑶瑶，你不会真以为许太太是个什么多么了不起的身份吧？你曾经……那只是曾经。当我知道你出轨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脏了，脏了就要丢掉，就这么简单。瑶瑶，我真的错了，我求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自己完了。很快你就会收到离婚起诉书和违约赔偿起诉书。5年的感情，你不能说放就放啊，瑶瑶。瑶瑶，你还记得吗？当初在咖啡馆求婚的时候，我说过我会爱你一生一世的，瑶瑶，我爱你一生一世的。小姐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瑶瑶，我不想再见到这个人，还有他们，一并给我带出去。是小姐。来人，带走。瑶瑶，我求求你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瑶瑶，顾董事，大小姐，瑶瑶，大小姐，瑶瑶，大小姐，大小姐。抱歉各位，今天因为我的一些私事，让大家见笑了。这算什么？谁还遇不到几个渣男了？就是啊。严大人等已经离场，我们晚宴继续。你疯了！许泽安，知道顾南要是顾家大小姐就去求复合，那我算什么？你是个小三儿，说你是什么？你怎么能这么
说我？那我怎么说你？顾南瑶是顾家大小姐，是东信集团继承人，而我是她丈夫。你知道我这是干什么吗？那是你活该。我活该？要不是你给我写那些狗屁书信，要不是你勾引我会出轨。我本来是东信集团的女婿，现在是人喊打的渣男，这都是你害的。你还怪上我了？你还说你是什么温家大小姐？顾南瑶宣布终止合作的时候，你爸都给人跪下了。我是看明白了，人家根本就是个空壳子。你说什么能帮我？呸！是我看走眼了，以为接的是你们温家的事，骗子，都是骗子。说我是骗子，那你呢？你说东信集团器重你，你说你能拿到天价签约费，说钱都是我的，钱呢？现在你的钱呢？你马上就是一个身败名裂、背负巨债的穷光蛋！别吵了，还不嫌丢人呢！许泽安，你就是个废物！你除了能写一些骗女人的文字，你还能干什么？你的书稿是顾南瑶给你润色的，你的签书会是顾南瑶给你办的，连你的签约费都是顾南瑶给的。你就是个吃软饭的，离了顾南瑶，你做什么？住口！你给我住口！你给我住口！我偏要说，你以为傍上了我就能飞黄腾达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看中的是东信集团对你的资源倾斜。现在好了，最大的金主都被你给毁了，你就是个不识人的蠢货！原来你也是冲着这个，什么真爱，什么陪我一辈子，都是假的。你不也一样吗？你看中的不就是我温家大小姐的身份吗？我们彼此彼此。贱人！我本来是顾南瑶的丈夫，是东信集团的女婿，我有大好的前途。我现在被你害得一无所有。我害的你？难道不是你自己做的吗？你贱人！你毁了我！你敢打我！许思涵，温家要有什么事，我给你赔反！女儿，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了？病人受了强烈刺激，导致情绪激动，引发昏厥。目前情况已经稳定，但是什么？我们给她做了全面检查，发现她怀孕了，孕期8周。什么？她怀孕了？不能查错吧 ？HCG 和 B 超的结果都显示是孕8周，不会有错。有孩子？怎么这个时候有孩子？病人现在身体很虚弱，不能再受到任何刺激，需要好好休息。许子安，做的好事！云儿，我先跟你说清楚了，可别跟顾南瑶有了孩子。放心，有了你以后，我以及他可以会变。那我们两个什么时候能要孩子呀？等我们能光明正大在一起的时候。现在我们能光明正大在一起了，也有了孩子。不行，我不能就这么认了。你个出轨男，你还想去求复合呀？做梦！你以为人家顾南瑶现在还是许太太吗？她现在是东信集团的董事长。只要我还没离婚，我就是她法律意义上的丈夫。我的东信集团就应该有我的一半。你还真是做梦。做好你的小三儿，我跟顾南瑶身上洗口血，你们温家也能受益。毕竟你怀了我的孩子。是这么个理儿，我就不离婚，就不签字，我看他有什么办法。顾董，我这边已经准备好离婚和赔偿协议。凭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应该不会签字，可能还会提更多要求。这个您放心，他出轨证据是坐实的，即使他不签字，我们也会起诉。好，你去处理吧，原则就是要让他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是。
我是东信集团法律部王景，同时也受顾董委托处理他离婚事宜。我知道你是在做什么的。我不会签，而且我跟顾南瑶还是夫妻关系，她的财产有我的一半。顾总说的没错，你果然够无耻。这不是无耻，这是我应得的。许先生，我想你是搞错了。我今天来不是跟你商量，而是通知。这是离婚协议，鉴于你是婚姻过错方，你需净身出户。我说了，不会签。无所谓，原本就会走起诉离婚。今天见你，主要是通知你另外2件事。我们查到你在跟顾董婚姻期间进行多次大资产转移，这就是证据。你通过购置房产、大额转账等方式，将多数财产都转给了温情。在起诉离婚时，我已经申请财产保全，并且通过审查作出保全裁定。你转账的银行账户都会被冻结。什么？你凭什么这么做？因为你出轨了，并且证据充分。我有必要提醒，离不离婚不是你说了算。还有，你说顾董的财产有一半，更是无稽之谈。顾董的私事说完了，还有公事。你5年内的所有作品都是东信签约运作，现在因你个人丑闻导致你遭到处置，作品都成为负资产，并且给东信集团带来负面影响。按照合同条款，赔偿违约金、下架损失、公关费用将全部追偿，追偿费用为8000万。很快你将会收到法院应诉通知。8000万？我哪有那么钱赔偿？你们这是敲诈！怎么赔偿是你的事。还有，这不是敲诈，这是你应该付出的代价。怎么样？谈的怎么样？我的几张银行卡都被冻结了，之前买的房产也被查封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说话呀！顾南瑶起诉离婚，还申请了财产保全，之前给你转的账，还有买的房，都被冻结了。什么？你不说你不离婚，他就没办法吗？我是过错方，离不离不是我说了算。还有什么？东信的律师函已经到了，3个月，我必须要赔付8000万，否则的话就会被强制执行，还会坐牢。8000万？对，我资金全被冻结了，我根本赔不起啊！万强，你要帮我。我去哪给你弄这么多钱？伯伯，你一定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毕竟温氏这么多年，总有些家底儿在的啊。家底儿？现在你给我说家底儿，终止给我们的全部合作，温氏的资金链马上就断了，马上就破产了。那你们更应该帮我了，这笔赔偿金赔不出来，我去坐牢，温家能好到哪儿去？许泽安，你惹下的事儿，凭什么让温家给你扛？我惹的事儿，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。现在你想撇清了？够了！你们两个都给我闭嘴！一个比一个不争气！不帮你的话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是你孩子的父亲。我是渣男，你是小三儿，我好不了，你也别想好。造孽，真是造孽呀！喂，李总，什么？你要终止合作？李总，
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你听我说，不要啊，再宽限几天，宽限几天啊！厂长，温总，贵公司在我行的2笔贷款还有半个月就到期了。鉴于贵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和受诉风险，我行决定到期后不再提供续贷时间，请你提前准备好还款资金。厂长，不能这样啊！啊，不能这样啊！喂，不是，咱们。喂，你们不能这样啊！墙倒众人推呀！我们能怎么办？拖拖吧，缓一缓。是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随你们便吧。完了，温家完了，几十年的家业呀！是你害了我们温家！哦，明明是你们害了我，就不应该让你和秦乐在一起。什么天才作者，什么被东西看中，从头到尾都是吃大饭的废物。是你们一家人想跟着我翻身，现在怪到我头上来了，活该！别吵了，还是想想怎么把这个窟窿还上。以后的贷款，还有合作商的货款，还有我的赔偿。买车、买房，能买的都卖了。就是都卖，也还不起啊！是顾南瑶，是他把我们害成这样子，你就这样认输他？南瑶，你给我等着！各位，今天召开临时股东会，主要是有几件事情要通报。对温氏的正式调查已出结果，相关证据将移交司法机关。温国栋已被收监。温国栋和我们合作10年，怎么会搞成这样？移交司法机关，这是要闹大呀！集团原供应链副总吴启明，主管集团供应链7年，与温氏对接期间，其个人账户出现多笔大额异常资金流动，与温氏的问题流水高度吻合。今天上午，集团法务部门已向刑侦部门报案，目前吴启明正在接受调查。吴总，温氏和吴启明的事儿处理得果断，我们没有异议。不过，我听说你打算停掉所有下游供货商的续约。没错，顾总，我们东信的合作商有上百家，有很多都合作10年以上，这一下子停止续约，恐怕供应链会出大问题啊。是啊，温氏有问题，处理温氏就行了，何必株连其他合作商呢？都说新官上任3把火，可这把火烧得也太旺了。是啊，是啊。是啊，对。各位，说完了。温氏的问题是我发现的，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，像温氏这样的供应商，东信还有多少？吴启明在供应链副总的位置上做了7年，7年里，与他对接的供应商不止温氏一家，他名下账户的异常资金也不止来自温氏一处。这个是集团近3年来供应链的财务数据，我已让审计团队进行了初步筛查。除了温氏，至少还有7家供应商存在价格异常、交付延期、质量波动的问题。这7家供应商全部都与吴启明有过密切接触。即便是这样，也不应该一刀切呀！那些合法经营的供货商，他们凭什么要为这些问题买单啊？我没有说过要一刀切。
停止续约只是第一步，第二步是对所有合作商进行全面财务审计，审计合格的重新签合同，条件从优；审计不合格的，温氏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。温氏就是他们的前车之鉴。审计上5家供应商，这手段是不是太激进了？是啊，副总，你刚刚接任，这个事情是不是可以先稳一稳？我支持顾董的决定。赵总、李总、张总，我理解你们的顾虑，但正因为顾董刚接任，才更应该趁这个机会，把沉积多年的问题一次清理干净。温氏的事情爆出来，外界有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东信？如果只处理温氏一家，外界会怎么想？他们会觉得我们东信在找替罪羊，在演戏。顾董说的没错，把所有供应商都审计一遍，有问题的清理，没问题的留下，干净利落，不留话题。瑶瑶，二叔支持你，放开手去做。谢谢二叔。既然顾副总都这么说了，那么就按顾董的意思办吧。我同意。同意。同意。全票通过，散会。我用尽心思把吴启明扶到供应链副总的位置，他是我暗中捞钱的白手套，现在被顾南瑶给废了。这些年我为集团做了多少事，拿那么点钱算什么？爸，这顾南瑶要大审计，要翻个底儿朝天，等他查出来就晚了呀。那就在他查出之前废了他。对，废了他。这一个女人凭什么坐那个位置？是啊，凭什么？东信集团是你大伯创办的，没错。可这些年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却让他女儿做了继承人。爸，那你为什么还要支持他呀？我不支持他，照样会推进。他手里的股份加上你大伯的，没我他也压得住。与其公开反对被边缘化，不如做他最信赖的二叔。他想查供应商，让他查；他想审计，让他审。他越激进，得罪的人就越多，股东们嘴上不说，心里会服气。等他把所有人都得罪光，我这个顾全大局的二叔就是大家唯一的支柱。到时候东窗事发了，大家都会认为是他年轻气盛，刚愎自用。到时候他得罪的所有人都会站在我们这边啊！不止如此，还有一个人我们可以利用。谁啊？他的前夫许泽安。许泽安？许泽安是顾南瑶的前夫，婚姻存续期间出轨转移资产，雇人陷害妻子，每一条都是热搜榜上的爆款。爸，他已经彻底臭了呀，有什么用啊？正因为他臭，才是最好用的刀。人在绝境里，什么事儿都能做得出来。他现在被东信集团追偿，已经走投无路。他是最恨顾南瑶的人。意思是，去找许泽安，给他一笔钱，让他写文找水军，把顾南瑶的舆情搞出来。爸，还是你有办法呀！这许泽安肯定憋着一口气等着报，让他来把顾南瑶的名声搞臭，话还不是人说的。好啊！一个离婚搞得沸沸扬扬的女人，怎么做东信集团董事长？明白了，我这就去办。等等，你再去帮许泽安注册一家空壳公司，注册资金、经营范围、资质文件，我会找人给他弄。表面上看，跟许泽安没有任何关系。这能做什么呀？
顾南瑶不是要重新招标吗？那我就把他渣男前夫的公司弄进来。可是，就算他的公司中标了，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？等他中标后，我就找人把这件事捅出去，匿名举报信发给媒体，发给监管部门，发给所有人，举报东信集团新任董事长顾南瑶，一边高调手撕前夫许泽安，一边暗中帮他注册公司参加东信新招标。表面上打渣男，实际上给自己人输送利益。所有人都看到了，他在晚宴上跟许泽安决裂，而现在许泽安的公司又进了东信的招标。到时候谁会相信他是在真的打渣男？他的敌人会说他自导自演，他的朋友会怀疑他两面三刀，全网夸他的人会觉得被他给骗了。一个站在道德高地上的人，一旦摔下，比本来就站在泥里的人摔得更狠。两招可以同时走，一边许泽安发长文抹黑他，一边许泽安的公司又进了招标。这样一来，所有人都会认为他俩其实根本就是一伙儿的呀。这就是我要的效果。可是，就算注册了公司，怎么中标啊？东信招标的流程很是严格。招标流程是我参与制定，我在东信30年，供应链上上下下全是我的人。吴启明虽然被抓了，但他下面那些经手的人还在位置上。本次招标的评分标准、评标小组名单、技术标书的通过门槛，我都能拿到。爸，你这是要把顾南瑶给整死啊！你这是要把顾南瑶给整死啊！去死！南胜，记住，东信是我们的，你大伯已经做了30年，也该轮到我们负责了。爸，放心吧，这一次绝对让他翻不了身。瑶瑶，别怪二叔，上场如战场，别怪我不给你留活路。回来了。见到顾南瑶了吗？都没露面，是带律师出了庭，法院已经判了，我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了。没关系，你们是没关系了，可那8000万还挂在你自己头上呢。你跟他没关系，跟钱可是大有关系。够！够什么够啊！我哪句话说错了？他连法院都不用去，他一个代理律师就把你打翻了，你连见他一面的资格都没有。你以为你好哪儿去了？你爸的房子卖了，车也卖了，公司倒了，现在全家挤在这个破出租里面吃泡面。你还好意思说不是你，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你还好意思说不是你，我们家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是你先勾引的我。是你说你会马上离婚的。你别吵了，跟他吵了几天了，还有完没完？有完没完？还吵还吵！你们吵出了什么结果？吵出什么结果来了啊？家里现在一分钱都没有了，你爸还没收了钱，你哥在国外生活费都断了，说要回来。顾南瑶，都是顾南瑶害的。是，都是他。你现在说他有什么用？你能拿他怎么办啊？你是能翻案，还是能让他给钱啊？我不会让他好过的。不会让他好过？你是个什么东西啊？你现在就是一个被人唾弃的渣男！你是许泽安先生吗？我姓顾，
有件事想找你聊一聊。姓顾的，是姑奶瑶派来的。许先生，许先生，先生，先生，是姑奶瑶派你们来的。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？现在婚也离了，赔款也判了，你们不能把我死里逼吧？许先生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顾南瑶派来的，我是顾成业的儿子顾南胜，顾南瑶的二姑是我的父亲。我来见你，不是给你找麻烦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我来见你，不是给你找麻烦的，我是来帮你的。许先生，许先生，看起来您的处境不是很好啊。有话直说。痛快，那我就直说了。这卡里有50万，我的一点小心意。什么意思？我想让许先生帮我一个小忙。当然了，也是帮自己的忙。我想你应该是搞错了，我现在不是这么家喻户晓的爱情小说作家，而是一个人人喊打的渣男。我能做什么？许先生，你现在最值钱的不是别的，是你的身份。我的身份？你是顾南瑶的前夫，你们结婚了5年，这是事实，谁也改变不了。我要你把顾南瑶搞臭，至少带出一波舆情来。我明白了，顾南瑶回去当了董事长，你跟你爸着急了，先把他搞回去。少废话，你能不能做到？你准备怎么做啊？话是人说的，字是笔写的。顾南瑶之前确实暗中帮助过胡少，不过也能说他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，欺骗我的感情。还有呢？还有他顾家仗势欺人，那些视频跟证据都是顾家提前安排好的。而且顾南瑶成为东信集团董事长之后，公报私仇，利用集团资源，要我赶尽杀绝。许先生，真是个人才啊！你真是个人才啊！我太了解网友想看什么了，网友才不在乎真相是什么。继续。没错，他们在乎的是顾南瑶也不是什么完美受害者。原来这场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局，她隐瞒身份5年，把丈夫当傻子耍，后来当上了董事长，回过头来更是想把前夫往死里踩。大众最喜欢看什么呀？大众最爱看的就是完美人设的崩塌。今天全网能夸他清醒独立，明天全网就能骂他心机深沉。我要做的就是把水效果就好。人才呀，都是人才。看来找你们2个算是找对人了。可我现在账号被封了，媒体把我拉黑了，我就算想发，我也发不出去啊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水军推流，矩阵分发，我们这边全权负责。你只需要动笔，文章发表以后，我再给你50万，一共100万。100万，泽安，那可是100万！有了这100万，我们就能重新开始了。小许啊，答应了吧？温情的哥哥要回来，这没钱不行啊。是，没问题。那我能写的很快吗？不仅要写隐瞒身份骗人，我还要写我父亲为婚姻期间控制我的一切。我的胸口是他开的，合同是他签的，就连签售会都是他操办的。他根本不是在帮我，他就是把我当个提线木偶而已，把我当个提线木偶而已。对，
写的瞧不起你的家庭，说你父母是农民。那天晚宴，他当着全城名流的面那么羞辱我们，还让保安把我们拖出去，这个必要加上。现在公报私仇，利用东信集团打压温氏，让我爸一夜之间公司破产。看看网友怎么说他是恶毒的人。这就对了，徐院长，把这些都写上去，让大家来评评理。我这边已经安排好了，文章只要一发布，5个头部营销号会同时转载，30个小号会矩阵发散，明天一早就能冲上热搜。完美啊！这50万你先收好，剩下的50万等文章发布以后再打给你。徐先生，还有一件事需要你的配合。这件事要是办成了，顾南瑶就当不成董事长了。等我爸上位以后，就会撤销对你的追偿，还会支持你。到那时候，你还是那个家喻户晓的爱情作家。你说，只要能毁了顾南瑶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快看快看！天哪，顾南瑶才是真正的心机女人。我就知道徐老师是无辜的，这种女人控制欲太强了，好心疼徐老师。天哪，真有反转！看这个文章，顾南瑶这个新居女是骗婚。家人们，我已经到东信集团了。顾董前夫许泽安爆料，顾董曾经对他进行长期控制，请顾董出面回应一下。对，回应一下，顾董，回应一下，顾董。许泽安的文章全网飞流，5个头部营销号联动，现在热度前3都是您的名字。您猜的没错，是顾南胜在背后运作，他亲自去找了许泽安。我这个二叔终于露出马脚。表面上都说他最心疼我，最关心我，实际上我跟父亲都知道，他是最不希望我回来继承公司的人。我还查到，顾南胜帮许泽安注册了一家公司，法人李伟，但背后股权结构显示，控股人是许泽安。这家公司出现在招标名单中，还通过了。是谁给通过的？市场部经理李晨，是您二叔的人。知道仅凭舆情不能使我退位，就玩了一招贼喊捉贼，不出意外会赖在我的头上，一边炒作离婚，一边暗中帮前夫敛财。二叔真是好手段。他以为您一无所知，其实您早有定方。顾董，公司股东和高管们发起紧急董事会，请您过去参会。我知道了。把顾南胜帮助许泽安注册公司的证据资料发给我。是。对了，一会儿把市场部经理李成叫到会议室来，你知道该怎么让他说实话吧？知道。顾董啊，网上的舆论你也看到了，投资人的电话都已经打到了我们的私人手机上，要求解释。你前夫许泽安的文章转发量已经超过100万，舆论风向对你很不利啊！集团股价已经下跌，再这样下去，损失不可估量。还请您给出个交代。不知各位想让我怎么交代？我建议啊，您先出个声明，避免舆论继续发酵，再辞去董事长的职务，以免对集团造成影响。一个离婚闹得沸沸扬扬的女人，怎么能不做集团董事长？二叔，您的想法是？瑶瑶，二叔说句公道话，你现在的情况已经不适合继续主持工作，不如先暂辞一段时间，等舆情过去再回来。我复议。这不是不信任你啊，这是保护你，也是保护东信。我们几个也都商量过了，暂时避避风头，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。我不会发声明，我是集团董事长，不是公关部经理。关于许泽安在网上造谣污蔑我的事情，
我已经安排人取证。舆情已经发生了，不是一时间能够停住的。您最好还是先辞去职务。我不会暂退，更不会辞职。我是东信集团董事长，占有集团70%的股份，拥有集团绝对的话语权。我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。瑶瑶，这是在公司，不是在家里，你不能这么任性。我要是真任性，就不会坐在这里。好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，那我倒要问问顾董，您既然要对下游供货商重新招标，那为什么你前夫许泽安的公司可以通过呀？你前夫许泽安的公司可以通过呀？哼，还有这种事儿？招标重启了才几天，许泽安的公司就进入资格审查，这未免也太巧了吧？顾董，您一边在晚宴上高调宣布与他决裂，一边又让他的公司进入东信的招标，这让我们怎么想？更要命的是，外面那些个媒体，他们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会怎么写？顾南瑶手撕前夫是演戏，他们俩本身就是一伙的，到时候股价下跌，谁来负责？瑶瑶，二叔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诸位，我是看着瑶瑶长大的，我一直相信瑶瑶的能力和品格，但今天许泽安的公司出现在招标名单里，是不争的事实。瑶瑶，出现这样的事情，你作为董事长已经难以负重。为了东信，为了顾家，二叔请你先辞去董事长职务。顾副总说的对呀，出了这种事儿，董事长难辞其咎，请顾董给出一个交代。都说完了，都说完了。好，你们问了我2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为什么许泽安的公司能够通过招标审查？第二，我是不是在一边打渣男，一边暗中帮他敛财？我的回答是，没错。你承认了？这还用问？他自己都认了。荒唐，太荒唐了！瑶瑶，你怎么能做这种事？赵董说，许泽安的公司通过了招标资格审查，这是事实。许泽安的确注册了一家空壳公司，叫泽成商贸，而这家公司也确实出现在了招标初审名单里。但是赵董没有说清楚的是谁帮他注册了这家公司。许泽安的资产都已经被冻结，他哪里来的钱注册公司？许泽安所有的账户全部都在监管之下，他哪里来的资金缴纳投标保证金？是有人在背后出钱出力，帮他铺好了这条路。二叔，还要我继续说吗？瑶瑶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怀疑我？不是怀疑。7天前，您的儿子顾南胜亲自去了许泽安的住处，给了一笔钱作为写文报酬，并且同时帮他注册了泽成商贸，注册资金、经营范围、资质文件，全部都是由一位叫李伟的人经手，而他是您私人助理的小舅子。你这是污蔑！我儿子根本就不认识许泽安，全是你伪造的。伪造？那我再问你一件事儿，市场部经理李成是你一手提拔的，这次的招标检验也是他签的字，请问他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李晨是公司的老员工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阿森，吕经理，现在请你当着所有股东的面，把刚才跟我讲的话再说一遍。顾总给了我一份名单，让我把泽成商贸放到资格审查通过表中，
他还说这事情闹大了，会有人出面指责顾董和许德安暗中勾结。他胡说，他是在诬陷我。那这些呢？这是审计团队挖出来的。您长期通过吴启明插手下游供应商资质审查，通过虚报原材料价格、抬高报价等手段，将东信的钱流出去，再转手进您自己的口袋。这些不全部都是诬陷吗？我知道，您对我成为东信集团继承人有不满，但是我能查到这些，又何尝不是我能力的体现？你妈呢？我要见你爸。我爸是不会见你的。难道他早就知道了？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二叔，您不该通过供应链捞钱，更不该让许泽安来回我。今天在这里，我给你2条路。第一条，交出你手中集团15%的股份，退回全部贪污款。我会以内部处理的方式，不报警，不公开，你体面的离开东信，找一个地方安享晚年。你儿子顾南胜，我不会追究他的连带责任。第二条，你不签，我今天下午就会把这里的所有证据移交司法。这么大的金额，你该知道后果是什么。二叔，我小的时候，您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商场如战场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你没有把我当侄女的时候，也不该指望我还把您当二叔，也不该指望我还把您当二叔。现在我有集团85%的股份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是啊，我们也是被顾成业给骗了呀，没想到他是这种人啊。你们要是有谁不想坐在这里，我可以收购你们的股份，但请你们记清楚，是你们跟着我顾氏讨饭吃，不是我要求着你们。是，顾总说的是，我们都记清楚了。顾总有手段，有能力，有气魄，能跟着顾总是我们的荣幸啊！对。赵董，哎，关于许泽安在网上造谣污蔑我的事情，您说该怎么处理？污蔑董事长何不姑息啊？这件事儿我亲自去办，保证让造谣之人受到处罚，保证让那些文章和视频最快时间下架。去办吧，散会。静香，顾南胜说，只要顾南阳能被迫辞职，顾承业上位，第一件事就是让东信撤销对咱们的追偿，咱们立马就能翻身了。那我爸呢？我爸能出来吗？伯父只是溜监，只要东信不追责，自然能出来。等我爸出来，等温家重新站起来，我要让那些看不起我们的人都付出代价。会的，等顾南阳完了以后，我就能重新写书了。到时候顾承业输了，会力保。我要写一本《许你一生2》，就把那顾南瑶写成一个新型女反派。你知道网友最喜欢看这种反转的。怎么样，顾少？是不是有好消息了？怎么样，顾少？是不是有什么好消息啊？出事了，我爸被逼签了股权转让协议，
东信现在85%的股份在顾南瑶手里，你不要再联系我了。陆少，我。喂，许泽安是吧？你是？我是东信集团董事，敢写小作文造谣污蔑我们董事长，你给我等着！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陈月失败了，还让顾南瑶得到了集团的股份，现在整个东信集团都要告诉我们造谣污蔑，没人保护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文杰，开门！我哥，是我哥回来了。好，你总算回来了。这就是你们住的地方，连猪圈都没有。家里出了点事儿。许泽安，就是你，对吧？我妈给我发消息说家里破产了，我要回来机票钱都是借的。下飞机我才知道，爸被抓了，房没了，公司倒了，全他妈是你害的！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还他妈顶嘴你！哥，你干嘛？别打！关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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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妈，我肚子。姐姐，你别吓妈，你没事吧？晴晴，你们俩别打了，那晴晴不行了，快到120上医院呐！120，晴晴。医生啊，怎么样啊？孩子没保住，病人现在非常虚弱，需要住院休息。你们先去把费用交一下吧。什么都没了，钱、尊严、未来，现在连孩子都没了。1年前，我亲手结束了一段充满欺骗的婚姻。那个时候有人问过我，你恨吗？我说，恨过。但是恨，并不能让人重生。能让人重生的，是站起来，往前走，并且伸出手，去拉起那些曾经和你一样无助的人。今天，涅槃基金会正式成立，我们将为在婚姻中遭受创伤的女性提供法律援助、心理疏导和职业技能培训。我们要让每一位女性都知道，你的价值不依附于任何人。许泽安先生，您因涉嫌造谣诽谤，现在对您进行传唤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走。董事长，第一批受助女性中有43人已经找到工作，12人开始创业，这是他们的感谢信。我曾以为婚姻是一个女人的全部，后来才知道，它只是人生的一个章节。翻过去，后面
还有更长的路。那些打不倒你的，终将成为你站立的台阶。不必原谅伤害你的人，但一定要原谅那个曾经天真的自己。愿每一个女人在爱里不迷失，在痛里不沉沦，在泥泞里开出自己的花。